Hello， 大家好，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 NGX 啊，我们一直在讲的 NGX 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反向代理服务器，就来讲讲全网最方便的反向代理。最初它是俄罗斯那边开发者开发的，后来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开源项目，包括它现在还会有很多专业版付费的。当然它的基础款的开源是已经20年了，很多大的公司呢都是在 NGX 这个框架下进行的再次开发。这个我们学好了，未来在做任何的外部服务器都是非常得心应手的。那在它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外部代理服务器阿帕奇，其实根深蒂固了很长时间。阿帕奇，但是要比 NGX 要占用的高一些。又出来的这种 Caddy 这三个是我们在目前主流市场上常见的外部服务器产品。今天来讲 NGX 呢，先把它的背景了解一下。那 NGX 的反向代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我的服务是用 IP 加端口来访问的，那现在我用反向代理，我可以把它代理成一个域名，就像我们现阶段的网站比方说 WordPress 就是可以通过 NGX 来做反向代理来去到你的后端的这个服务。那流量的话，如果你不走 Cloudflare， 你是直接到你的原站的原站第一关第一个接手的就是 NGX， 它负责80、443这些重要端口的一个接管一个监听，再把流量分发到后端的各个服务。一个 NGX 能带 N 多个站点。 PHP 呢，它只是后端的一个服务，其他语言比方说像 Python 还有 Node.js 这些等等都是可以通过 NGX 来做反向代理，甚至你可以后面还有一个 NGX 服务，还有一个 Apache 服务，都是可以做反向代理的。那有一些容器化的应用呢，他们其实也是 NGX 带服务，就是一起封装的。如果你中间有一层 Cloudflare 呢，那你可能是先到这边，如果它有对应的内容，它会直接交付给用户。如果没有的话，它再会去到原站，去到 NGX 这边来去取。科技烂的一键脚本来跟大家做演示，我们只要运行这一行就可以来搭建我们的 NGX 反向代理服务器。这个方法呢，我可以这么说，要比我们市面上所有的 NGX 使用方法都要简单。然后我们先用这一行命令先搭建一些 IP 加端口的服务，所以我们这边选择11面板工具里面，这边有超多的 IP 加端口的服务。比方说我们创建一个这个搜索，选择29，我们选择1就让它安装就行了。如果你当前机器没有 Docker 的话，它是会优先帮大家安装 Docker 的。这块呢，我们只是在装服务，待会我们来讲如何去反向代理。服务一般来讲都会以 IP 加端口的形式供用户去访问，但这样呢不利于我们对外，也不方便记忆。这样的一个 IP 加端口将要会被反向代理成一个域名，那我们这个服务呢就已经可以正常的去访问了，它就会把全网的搜索引擎都便利一遍，给你拉取这样的一些数据。那现在的话肯定都是 IP 加端口的。那我们如何反代呢？我们退出脚本 Ctrl+C 直接就回到命令提示符了，直接输入 K 反代，就是这么随意你就可以加你的域名。那你这个域名一定要解析到这台服务器上。我们去到 Cloudflare 这边域名托管服务商，把域名都托管在这边。这边因为是有 CDN 加持的，把这个域名解析一下。我们先在 SSL/TLS 这个地方先看一下它的设置有没有正确。这边要设置成完全严格点开点击保存，是原服务器、客户端中间的 Cloudflare 都遵循 SSL/TLS 的安全加密，好吧？然后我们再回到 DNS 呢，我们先把这些全删了。我们这边添加星号，星号就表明通配符，任何的前缀我们都支持。我们需要填我们这一台服务器的 IP， 我们开启小云朵就开启 CDN， 这样安全可以隐藏原 IP 地址。那我们刚才这边输入到一半的 K 反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域名了，比方说搜索的网站嘛，我们直接 SS 吧 SS， 这样的话我们的域名就在这块了。我们要代理什么？代理哪个 IP 呢？我们需要代理这个 IP 空格，我们需要代理哪个端口呢？是这个端口，对吧？组成部分就是这样的一行命令
K 反带哪个域名反带，然后反带哪个原 IP， 反带哪个端口啊，就这样的回车一下，我们看一下效果。然后它就会去监测你有没有环境，如果你已经有环境了，那它就会直接帮你部署，如果没环境，它会去帮你先拉取环境。我们回车一下，好，这时候证书申请下来，我们的网站这就好了，就可以用域名来访问了。第一个站好了，那比方说我们还想再代理其他服务24，同样也是让它去装。对，当然大家的后端服务可以是自己创建的，不一定用 LAN 的这个面板工具里面的，自己反向代理自己任何的 IP 加端口的服务都是可以的。那我现在是为了图省事图方便也好了，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端口号啊，把端口号记一下就行了。Ctrl+C 退出，回到命令行，我们继续，我们把这个端口号改成这个端口号，因为还是这个 IP 嘛，我们再换一个域名，远程桌面嘛啊，远程回车啊，它又去申请，这回呢它就不用再去安装建站环境了，它可以直接就这样的去申请证书，就帮我们反向代理了。那你再点击这个，那我们的远程桌面就好了，你看到了，远程桌面也 OK 了。这个是 VNC 的远程桌面33，念一个导航，选择1，好，这个导航也 OK 了。我们先点击 IP 加端口，看能不能访问，是很多群晖的小伙伴比较喜欢去使用的。把用户名放进去看一下，密码放进去看看能不能用，然后点击登录啊，来到了后台这块呢，可以添加你的快捷入口，这个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其实功能挺强大的。那现在还是 IP 加端口，对吧？依然用这个命令把这个端口号复制了，把这个端口号删了啊，依然是这个 IP 嘛。我们这边前头改一个域名，就叫什么 SUN 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新的域名，新的端口号，回车创建一个反向代理，这要比你自己在什么面板里设置来设置去要方便很多了。你可以看到现在是用域名在访问，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交互性特别优秀的方式来创建，当然这个效率就没那么高了啊。那我们选择10建站面板，刚才我们其实是用快捷键已经帮大家把 NGIX 装上了，并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功能。未来的话，你可以手动的去这样的去配置，也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有3个站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31都在这里，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UpTap Kuma 这个是监测我们站点心跳的一个监测工具啊，就可以方便看我们的延迟波动。3003的端口号对吧？还是这个 IP， 那我们先访问一下它。OK， 没问题啊，把这个端口号记下来，然后我们用交互式的方式来给大家做演示。10，好，我们选择这个23啊，这个就是交互式的。这时候你要输入你的域名，哪个 IP 的。OK， 这个 IP 的端口是3003，这回呢就是你需要手动进行输入，现在已经是域名了。LAN 的这个呢是带 WAF 的，就是带防御的。那我们可以选择35，这块呢是带 IP 拦截。当前创建的所有的站点都支持站点防御。托管到 Cloudflare 的话，你需要开启这个模式。我们21，然后输入你的用户名 API 密钥进行匹配了，就已经添加上了。31，你就可以把 WAF 也开启。还有3保险，就是高负载开5秒盾。没有套 Cloudflare， 就是没有开那个小黄云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不用开启这个，开启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这时候呢还想优化一下这个站点的性能，这边选择36。这边呢有2种模式，一种是标准模式，然后一种是高负载模式，这个看你机器配置了。机器如果很强的话，你就用高性能就可以了。包括你的 Linux 内核的一些参数也都调整到了网站模式，有更好的吞吐量，有更大的 QPS，会帮助你的站点提升性能。整个建站环节其实非常丰富啊，你其实不光是 IP 加端口的服务，你也可以像创建 WordPress 啊、可道云、论坛啊，都是可以的。好，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网最简单的 NGIX 的反向代理的一个操作，这个大家可以玩一下。你甚至一口气可以代理多个网站，只需要类似这样的一个格式，域名加 IP 加端口。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